燃料棒，用过的核子燃料棒，又被称之为高阶核废料。其实我再过了好一阵子，我才明白这个名字的意思其实是“我是垃圾”的意思。我们这个族群过去光鲜亮丽的存在，在被人类利用完之后，就说我们身上有辐射，所以我们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恶，应该要囚禁起来，刑期是20万年。那希望政府皮可以绷紧一点。那我今天呢讲一下我们的诉求，就是请问政府什么时候才要选出高阶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场呢？什么时候才能让这些核废料迁出北海岸呢？如果现行的法律没有办法让政府依循并且选出高阶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场的话，是不是要赶快进行修法呢？核电厂如果要准时处理、准时撤出北海岸的话，那干储的发展是势在必行的。那经济部这边也听到了，就是各位委员的担忧跟诉求。那上次会前会之后，我们有请我们的幕僚，就是回去有草拟一份这个立法的草案。那等一下会给各位过会这样。政府不好意思，我们没有这个草案。我们会在会后的时候会提。但我们不是今天应该来讨论。我觉得在做协商剧场这一场的现场回馈的部分，其实我把它分为不同层次的思考。对于利害关系人之间的这种互动，我一方面我是想让不同的利害关系人知道，作为一个第三方团队，我怎么样去 promote 这个议题，我怎么样透过公众教育的方式，让大家愿意至少稍微坐下来听一下、理解一下。我对这个议题很抗胜的社会端，也对过去一直很保守的政府，让他们知道有一个第三条路，或者说另外一种方法来思考。我们如果不支持室外干除的话，就是不支持准时。我觉得这样子的逻辑我们是不接受的，这样很像在指责在地居民指责我们环团。我非常希望政府可以正面回应我们，如果发生意外，你们有怎样的风险治理能力？准时和安全并不会冲突啊，因为你看嘛，刚刚台电前面的简报也说到，我们现在要赶快把用过的核子燃料棒拿出来放到干储桶，就是因为我们放在水池中的安全系数那些都相较于干储桶还要低啊。你要相信一个40年前的技术的厂房，还是你要相信一个最新的技术？在安全的考量上，专家们的建议一定就是赶快启用干储桶，而不要再继续放在老旧的厂房中。部长是在 Hello，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你们这样的一个政策。原住民对于土地的概念，并非像是你们所谓的什么私有地的想象。我们更在乎的是，我们能在每一个土地或是我们的传统领域上，能够有咨商与同意权。它是一个土地永续的概念。我想是这样讲，核废料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脉络的问题。那关于过去可能有一些，毕竟我们是在威权时代规划这样子的设施，那我也想，当然对土地造成了非常多的伤害，这我也知道。但是我想在这边重申一次，在我任内，我希望的是可以准时的除役，把这个除役的时程提到台面上讨论。我想这也是大家的共识，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把这块土地还给在地的居民，或是把这块土地还给传统领域。如果不准时除役，我们都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堂课带给我最多的改变是，就是它让我看到不同的讲话沟通的可能。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喜欢沟通的人，然后很喜欢看见一些社会议题，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这么长期的一个关注的一个议题。这样的协商剧场，我觉得不管任何的形式，在任何的地方，
我觉得它有它非常不一样的作用。不管今天我是反方或是正方的立场，我觉得用这样跳脱抽离的形式，就我今天站在一个旁观的立场，我抽离的那一个原本的身份，再去看看我的身份跟别人的身份，我觉得会有更多的同理心跟对待。那我觉得说，你要把今天，台面上看到的问题，还包括你们在私下这个沟通的时候看到的问题，要分类。好，一群人去沟通，在策略还没有决定之前，你下面很难沟通。所以说策略要先把它定好。那策略定好以后，当然还会碰到一些技术的，有些人是在乎技术，你有没有能力处理这个技术方面？你再去一个一个去沟通。然后我后来就结束之后，我问真正的台电副总，就是说，那开公听或是开会议的时候，真正的困难的地点是什么？那他就说，不是那种就是缜密安全性的方面，真的问题是沟通，还有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就是 political issue。其实我当初在听到协商剧场这个活动的时候，我本身非常的排斥，我非常的排斥，原因是因为他要讨论一个非常debating 的 issue， 但是他要在北美馆，对我来说，在一个这么优雅的一个场域里面，我们要去讨论核废料，假装它有解，这个基本上我没办法说服自己。但是我看了今天的操作之后，其实我自己还蛮感动跟震撼。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学生从一开始什么都不懂，到他走到协商剧场今天的时候，他们的情绪是真的情绪，他们的生气，甚至相互的冲突，那些都是真的。它不是一个剧场，他是真的进到那个情境里面去理解这个角色，他也许会有怎么样的状态，甚至他带入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去思考。这个角色他有可能会有怎么样子的反应？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是超出了原本协商剧场给我的想象。不论你是什么情境，你都要记住你在进入那个情境的时候你的感受，以及你的情绪，还有你想要再为这个角色多做一点的事情，因为这样子改变才有可能，这样子的模拟才是真的。